嗨，你好，我是智辉，好久不见，好长时间没聊天了啊。我们的频道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这种比较随意的方式跟大家来聊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呢，做网站的经验，包括呢运营这个 YouTube 频道里边的一些感想和一些新发现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经验呢，总是来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长一点，打怪升级呢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想来做网赚这一块，或者说已经开始做了啊，或者说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赚到大钱，那今天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一般呢，我们这种聊天类的视频啊，跟直接介绍一个网赚项目啊，或者介绍一个平台不太一样。这种啊，全部都是干货，全部都是我们来运营 YouTube 啊，或者是在网上赚钱的一点经验，还包括数字货币相关的一些东西啊，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有没有发财啊，今天视频我觉得都非常有必要看到最后，因为这些都是发自肺腑的一些干货经验的。前段时间呢，我们有拍了一个视频，里边简单描述了一下啊，有人在问我，哎，智辉，你现在到底是在干嘛嘛？是全职在做这个频道呢，还是说怎样兼职做？其实讲直接的啊，我自己其实目前本身还有一份工作啊，这工作呢，目前呢收入也还行啊，也还行，不算高。但也不算低，我在之前那个短视频里也讲过，属于那种没有拖国家后腿的那一类人啊。但是呢，这 YouTube 跟着 YouTube 相关，帮我带来一些收益啊，每个月累积起来呢，它其实跟工资比起来，已经占了是非常非常多的一部分，所以工资基本上不太关注了啊，不太关注了，就因为YouTube 包括我们之前有推广过一些平台啊，比如说币安呐，还有投资的一些数字货币啊之类的，反正那个收益下来的话，跟工资比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工作还在啊，工资也在收，只是说之所以没有现在完全放下来，全部去投入到这个频道里边专职去做，是因为有点责任在里边了啊，毕竟这个工作不是说上班这种简单的工作，它其实是有跟一个专案，我们这个案子其实就是跟一个项目，跟2个地产相关的一个项目啊，已经3、4年了，大概在22年年底，明年年底应该会结束，所以到那个时候应该会全职来做这个频道，跟它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最近呢有一点小经验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第一个，很多小伙伴就说，哎，辉哥，你的 YouTube 到底1个月赚多少钱？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想问的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就开始查我的流量，说你1个月啊几百万100多万的一个流量，你能赚多少钱？不就那点广告费吗？其实很多没有来真正做 YouTube 这块的话，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做 YouTube 就是赚广告费嘛。比如说大家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有时候开始啊，有时候结束，有时候结尾的时候，有一些广告，那广告确实会有一个收益，会有一个广告费啊，而且这个一般是在做 YouTube 之前，大家都把所有的重心全部放在这个广告费上。对，因为有广告费，所以大家都来做 YouTube， 都来做自媒体之类的啊。其实你真正有一定规模的时候，那个广告费其实每个月只是占你非常少的一部分啊，因为跟YouTube 随着你的粉丝越来越多，随着你的群体越来越大，跟它相关的一些收益会越来越多。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聊一下，我都有哪些收益，好吧？讲收益最大的一个，其实目前就是在推广，之前有推广过一些比较大的数字货币平台。我之前有专门做了一期教大家来去做币安队长，就是来推广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平台，币安啊、OK 啊、火币之类都可以。当时有讲，我专门说让大家做，但是做的人还是不多。目前有在跟我聊天的大概有6、7位，当时是坚持做下来做币安队长，就在推广币安。他说他目前一天的收益大概在1000到2000块钱，很多人不信啊。其实他给我讲这个，我就完全没有吃惊，我完全相信，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多啊。一天1、2千，就是行情好或者行情差的时候都会有收益，就怕横盘。因为你赚的是广告费，赚的是一个交易的手续费嘛。那跌的时候会补仓嘛，那高的时候会抛掉嘛。不管它抛啊还是在补仓，你都会有手续费，而且那个交易手续费你跟币安几乎是平分的。像我就拿手续费的45%，币安拿56%，几乎是平分的了。对，那这个目前的话占每个月收入的比较大的一部分。
啊，很多人说啊，辉哥，你现在大陆已经不能再做币安了啊，没错，消息是这样讲的，所以目前推广在大陆来讲啊，它不好推啊，不好推。但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它是面向全球的，我们还有很多华人，我们还有台湾的小伙伴、香港的小伙伴，对不对？马来西亚的小伙伴，还有印尼的小伙伴，还有很多我们的华人都是可以推广的，包括很多不懂数字货币交易的人还是有很多，所以目前这块市场还是有。这个就是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益，它占到了我每个月收入大概在40%左右，就是非常大的一部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比较直接了啊，大家会经常看我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你看这个地方右上角会有一个本视频中含有付费推广的项目，那些就是一些平台来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比如说安德辉智慧的频道，经常会介绍一些网赚项目啊，介绍一些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啊，那就会有 OK 的呀、火币的呀，或者是币安的客服直接来找我说，哎，你好博主，能不能在你频道上帮我们做一期？最近我们平台有上线一个新币，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种跟其他的资金盘不是一样的啊，资金盘我们是从来不接的。啊，但是这种火币里边上线一个新的货币，数字货币，币安里突然上线了一个新的货币，然后帮他介绍一期，那一期视频，我现在基本上收费是在$1500左右，大概10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那火币跟币安的客服呢，他就会来考量说，哎，你智慧的这个频道到底一个视频到底值不值得我投这么多钱？那大家都会来考量，每个项目方都会来做这样一件事，有一些就说，哎，你的浏览量不高啊，1500太低了啊，太高了，不能给你那么多，能不能少一点？不好意思，不能啊，我认为我的频道有这个价值，所以我就坚持这个。所以呢，每个月还会接到2个、3个或者4个、5个这样的一些业配啊，叫业配，就是厂家直接来找你，直接给你钱让你拍视频这种。那目前呢是跟 OK 在长期合作，每个月有4支视频，所以这个基本上会占到每个月也是30%左右的一个收益。啊，这2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头，你看一个30，一个40，就是70了。那第3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广告费嘛，那每个月多少广告费，大家都可以算出来，到首页看一下啊，大概浏览量是在50万、60万、70万这样子。那加上我们博客的话，每个月广告费差不多$2500到$3000左右的一个广告费，这个就是平台谷歌 AdSense。不管是油管还是在博客，它2家是汇合在一起，到21号会准时打给你。这个钱，对，这个就是第3个收益。那还有一些比较少的啦，很多人认为会很多，但是比较少，就是推广一些项目啊，比如说推广一个什么聚贤传呐，财神猫啊，还有什么任务类的平台，就是有个推广链接，别人注册之后，然后就是你的下线，然后就会有一部分收益是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赚了很多，其实这个是最少的了啊。这个呢，这些基本上就是已经包含了我每个月差不多蛮多的一个收益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那我现在工资一个月可能1万块钱左右，那我觉得我会在意那个钱吗？我真的是不在意啊，因为这些已经帮我带来持续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被动收益，大家发现了，全是被动收益啊。我基本上你像推广那些币啊，那个我链接只要放视频底下，有人注册了我就有钱，那我不需要再去拉人头，天天去朋友圈发朋友圈呐。再要么就是发群里群发啊，被这个群主踢啊，被那个群主骂之类的，不需要做这样的事。那这所有的东西全部源自于这个 YouTube 频道啊，安德辉智慧这个 YouTube 频道跟这个所展开的这么多收益，一个月差不多有6万块人民币左右，目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今天就给大家爆出来这个料，那还有昨天还是有几个小伙伴一直在群里。在微信上跟我在讲他的一个比较悲惨的一个经历啊，刚刚毕业就初生牛犊不怕虎，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创业，最后现在到目前为止啊，有个女朋友欠了30多万的一个外债，基本上就是网上借的信用卡，现在问我怎么办，我跟他最后讲了很多啊，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太想好，后来我讲了很多，他认为都不可行。啊，那我最后就给他讲，就是我说做自媒体吧，做自媒体是目前接下来的一个新方向啊，也不是新方向了，就是一个比较零成本的一个方向，你用它去发展，到最后的话，就会像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来。他说，哎呀，我害羞啊，辉哥，我不想露脸，因为年轻人嘛，
总觉得害羞啊，不想去露脸。我还是上次在视频里讲了一句话，我说啊，钱都没有，还要脸干嘛？啊，穷人的那个面子1分钱不值，穷人那个脸1分钱不值。啊，当你真正有价值的时候，你才能觉得啊，我面子比较贵的，我不能在网上抛头露面的。钱都没有了，还天天要那个面子干嘛？老是想自己有多，在学校的时候，不要把学校那一套豪情壮志就一直要保留在上社会上来。你在学校有多嚣张，在社会上就会有多狼狈。学校没有人会教你怎样去赚钱，没有人教你啊，你要低调，你要怎样怎样。但是社会会教你怎样的。有时候在学校里看成大爷一样，走向社会真的就像孙子一样。我们在讲工作这件事情，我在前面很多视频都有讲过工作这件事。工作这件事是什么？工作这个事是要80%人去做的，那20%的人定制了这个教育规范、教育模范，然后来培育了这么多80%的人好好工作。这80%的人越工作的越辛苦，工作的越认真，这20%的人就越富有。工作这件事到底能不能让你发财？这个事情我今天非常准确的告诉你，工作这个事情只能永远让你吃饱饭，有地方住，有相对来说啊能够过得去的一个开支，一个收入。但是工作这件事，单凭工作带来的收益永远都不可能发财。你记得这句话啊，不接受任何反驳。当然，你通过工作之外，你工作的时候用一些工作岗位上的一些职务之便，走一些偏门，赚一些横财，这个我不讲。单凭工作，单凭公司给你那份收益，想发财永远都不可能。记住我今天讲这句话，好好想一下，你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有教过你怎么去赚钱吗？老师有教过你以后要怎样去让自己变成有钱人吗？肯定没有，不要想了。不管你大学也好，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小学就不用说了。哪怕你考研的时候，老师都不会教你说，哎，以后怎样成为一个有钱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师也不知道怎么赚钱呀。老师如果知道怎么赚钱的话，他就不会当老师了。被动收益是唯一能够让你真正产生累积财富、复利，才能让你真正变成有钱人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做的所有的工作，不要认为你在办公室里会比较高级一点。哎，我是工程师，哎，我是办公室人员，我比流水线那些员工是不是就高级一些 ？No， 你一个月收入5000块，跟一个月收入2000块，其实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对，只是他2000块，他过着相对来说比你比较拮据的生活，但是你跟他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一旦有一天你请假了，一旦有一天你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你继续再工作下去了，那个时候你的收入就会停止。相反的，我们反过来看我所有做自媒体的人，我拍一支视频，我放在 YouTube 上 ，YouTube 会自动帮我带来流量。这个视频我过1年、2年、10年、8年，在任何时候，这个视频只要有人看了，我就会有收益。同时，这些累积的视频会为我打造一个个人 IP， 会为我的自己本身价值会不断提升。我现在47000人的一个订阅，当我到407000人订阅的时候，我在47000我收15000美金一个，到47万我就会收15000美金一支视频，帮别人推广。这个世界不缺有钱的公司，它会自动平衡你、评量你这个频道的一个价值，对吧？相反的，我用了3年时间，我把 YouTube 达到一个10万级的一个频道。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我就不太关注我的工作了，我工作基本上就可以停掉了。那你用了3年时间，还是在这边打工，还是在这边上班，流水线也好，还是在办公室也好，你的公司从5000涨到了8000，又有什么用？当然，我讲这些并不是让大家立刻把工作丢掉然后去做一个自媒体。其实到现在讲句比较直白的话，现在你让我重新再开始做一次自媒体，做一次 YouTube， 我也不敢100%跟你说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可以再做到2年时间会到达5万订阅的一个剂量，我不敢这样讲。但是呢，做 YouTube 做自媒体确实是真的可以让很多草根翻身的一个机会。我之前在很多视频里讲过我之前的经历，我在接触 YouTube 之前基本上就是在19年之前，
我最多的时候，我的外债有差不多有将近30万的外债，也跟这个小伙伴差不多。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干嘛了，也没有说像人家做生意啊，就是花掉了。如果想知道一些详情的话，可以看一下上面那个视频，我把链接放上面，那个是比较详细的。就是因为之前有一次横财，突然有一个20万的一个收益，然后20万后面就做了一次收益啊，花完之后生活姿态变高了，然后就再也降不下来了，导致最后钱花光了，然后就开始借信用卡，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是一个经历，挺惨痛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上面那个视频去看。所以呢，那现在还在上班的，不管你是流水线还是办公室，那你现在到底应该怎么来办呢？我今天就教给你这个方法，好吧？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对不对？哪怕10个小时，每天抽2个小时时间放在就是做这个自媒体的这个频道上，对，就花些时间，每天就拍个视频再放上去。一开始不要太在意自己用的是什么摄像机，用的是什么手机，不要在意，拿起手机就拍就好了。素材不会的话，赶紧翻一下这回之前在视频里讲过的一些，不用拍视频，不用去露脸，怎么去做一个自媒体，我们频道都有，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每天就花2小时时间嘛，别人在玩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先做，坚持做99期，或者坚持99天啊，或者99期加99天，这2个参数都满足了。如果说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任何起色的话，那你就放弃吧。但是在那个参数没有到达之前，2个99没有到达之前，麻烦你坚持一下这个也可能是唯一能够改变你的一个机会。很多人把做自媒体当做娱乐随意一点不要怎样。那我那时候不行我听别人说这里可以赚钱，我就赶紧过来拍视频，我没有路可走当我 YouTube 在有收益的前1个月，我就在想我下1个月我怎么办。我那时候过的日子就是每个天就是刷 POS 机，从这张信用卡取钱出来还这个信用卡，每天都要做，花呗借呗最高的时候借了16万。那个时候我如果 YouTube 这个频道如果不起来，我下个月就要想办法是不是再多办1张信用卡。那时候我已经7张信用卡，所以我只有这条路，我只有去坚持，我只有去把它做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客观原因，导致我当时是比较狠点，比较坚持一点，经常晚上拍视频会拍到12点1点钟，常态了虽然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人家说坚持就可以了。所以我此刻非常感谢当时给我讲这句话的一个人，你坚持做个99期，坚持99天那其实我到60天的时候我就开通获利了。那时候我一想每个月可以多个几百块钱去还信用卡，挺好的，坚持一下吧。对然后就这样做了。那你现在比较年轻像我现在的话，我们已经30多了，快40岁了。那你比较年轻，我在想，如果10年前我就开始做 YouTube， 到现在会怎么样？那你现在就是10年前的我，甚至十几年前的我，那你到底要不要做？很多人说，那我做抖音行不行？我做头条行不行？我做国内我基本上是已经放弃了。国内你讲那些我都玩过博客我也玩过，博客我还有5000多粉丝呢。我在博客上玩了差不多有1年多1毛钱都没有赚到。在头条上我也拍过视频，我拍过一些跑步的视频，后来也赚到了一些钱大概75块钱左右后来有4000多个粉丝，后来我直接把那号给注销掉了。抖音别想了，抖音就是我们自嗨的地方你个人玩抖音就是在自嗨。自嗨是什么？就是每天那个特效搞得好酷一会儿有个毛用有钱吗？你赚到钱了吗？国内那些平台都是有团队去运作才有机会露脸，才有机会在手机上推荐，知道吧？那你看抖音上拍那种视频，现在是一个人拍的吗？那种特效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出来的吗？做不了的，不要再去浪费时间了，知道吗？ YouTube 它真的是给平民去准备的， YouTube 就是让我们这种非专业的博主来介绍的。只要你讲这种东西有价值，别人看了会有一些收获，
哪怕是一点点收获，你都有机会，是吧？像我们这种视频放在头条上就直接被删了，就直接被删掉了啊！但 YouTube 不会嘛，所以我非常感谢 YouTube 嘛。那我们现在既然你能看到这个视频，说明你不缺这种条件嘛，对不对？你去国内去玩抖音，去玩头条，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每个人拿着手机就能拍抖音。每个人拿着手机，你如果真的不是有团队，或者说你真的不是有超级的一技之长，你真的没有出头之日的。不要搞了，中国多少人在玩抖音，你知道吗？啊，那非常客观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翻墙出来了。YouTube 上相对来说，中国大陆的用户还是少一点，所以你是有机会的，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我讲这个你听懂了没有？如果听懂了，赶紧在底下点个赞，我们继续聊，好吧？每一个爷爷都是从孙子过来的，这句话听完之后，好好想个3秒钟，好吧？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啊？很多人问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人到底要怎么过？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人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大家都打王者荣耀嘛，就是有着星耀的财富，过着钻石的生活，这种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就是这样子。对，最可怕的是什么状态？最可怕的收入是在青铜，反而过着星耀的生活，就是我们之前那种天天刷的信用卡，那种人只能用信用卡靠活着，总有一天会崩掉，会崩盘，就挂了，知道吧？就姿态很高，然后呢，自己又没有什么收入，一个月赚1500，要花1万5那种，手上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到，冷暖自知啊。那你是怎样的状态呢？来在底下告诉我一下。还有一件事啊，12月9号的时候，那天晚上刚好小孩生日啊，在吃饭的时候呢，接到一个同事电话，说我们之前一个同事，就是吃完饭去打球，突然晕倒了，在医院呢。他是怎样，还做心肺复苏之类的，然后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是可能是晕倒了之类的啊，就当时是有点血压高之类的。然后呢，现在死了，跟我一样大，就直接当天晚上就拉到 ICU 去了，直接就死了，跟我一样。那个同事呢，他是高血脂，长时间不运动了啊，那天吃完饭被几个同事叫他打篮球去了，开始一上场也没有做热身，就直接就跑10分钟就直接倒地上，然后进医院之后直接进 ICU， 不到1天时间就死了。当时还在水滴筹里给他筹款捐钱，钱都没有凑齐也就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我们这个人这一辈子啊，其实真的好快的。像我们到我们现在这状态，基本上大半辈子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像我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70岁左右啊，60、70岁就差不多了。那我们工作能工作多久啊？你真的能工作到退休吗？退休之后怎么办？你不给自己有一些这种比较被动的一些收益的话，那你真的要工作到生命结束那一刻，因为你一旦停止工作，你就没有收入了。像我们那个同事跟我一样大年纪，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老婆还年轻，有2个小孩都那么小，老人也老了不能干嘛了，4个老人现在怎么办？所以啊，健健康康的啊，趁自己还年轻，给自己最少有一份比较能够哪怕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啊，给自己家人也留一份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些钱啊，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对不对？所以呢，不要一下班就去玩手机。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收益的话，不要一下班就往那一躺，天天刷抖音，嗨。年轻没有多久的。现在让我想来，我觉得30岁到40岁之间，还有20到30之间，这20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过去了，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留下，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然后
之前还拍了一个视频，就是问大家，那45岁你如果被公司干掉了，被公司辞职了，那你应该怎么办？你会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我之前是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我一想到我都会怕。你想啊，当时就哇欠那么多钱，每个月工资只够还那个信用卡的手续费啊，那我一下被公司干掉了，我怎么办？而且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家人也不知道，家人都以为感觉收入还可以啊，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一个引以为傲的一份工作，其实过着到底有多苦逼的一个生活。那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后怕。那如果真的不是我接触到 YouTube， 把那些钱都全部还完，而且自己现在还有一些积蓄，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后半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怕，真的怕呀。收入还是要稳定啊，还是要被动，就是让它持续给你带来收益。自己选一下，给你一个每个月5万块的一个收益，或者给你一个50万，你一次性50万，你到底挑哪一个？很多人会挑啊，50万、5万怎样的？那如果持续都有5万，或者甚至3万了，每个月3万块钱收益，我都不会去挑那一个只有一次性的一个50万，因为这个持续收益总归有一天一直会有，但你50万一下姿态变高了，到时候再降下来会非常非常痛苦，而且你的收入是没有持续性的。所以兄弟们，好好给自己打造一个被动收益。被动收益怎么打造啊？你如果有条件就去做一个自媒体，像我这样子的。对，那你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怎么办？没有条件的话，就去学着去推广一些平台，比如说一些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哪怕是一些股票交易平台，如果你有路子可以去推，但前提是你要有粉丝量吧。妈又回到自媒体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开个频道啊！开频道至少说它是有机会的，我不能100%保证你啊，你开个频道过2年就会像我现在一样啊，一个月赚几万，不能保证。但是如果你不行动，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而且不要在那种赚小钱那种事上花太多时间，我真的很受不了，就是订阅我的频道快2年时间，现在每天还是在挂机，还是在做调研，还每天在点赞赚那个金币，每天赚个几块钱，那玩意儿有用吗？啊，2年前你一天赚2块钱，你现在一天还赚2块钱。那我2年前我开始拍视频，一天1分钱没有，那现在我一天可以赚2、3千、3、4千块钱，这就是区别，就是被动收益跟主动收益的一个区别。那你与其现在天天去刷那玩意儿赚金币去做调研，你还不如去上班呢，去干活算了吧。去干活其实一个月还多一点，1、2千呢。你天天刷金币，你一个月能刷1、2千吗？手给你刷断了。对，那至于选平台，我还是要讲啊 ，YouTube 其实很智能化的啊，只要你的视频是原创，对，只要你是原创，就是自己拍的，要露脸啊，刚刚都讲过的，钱都没有了，要脸干嘛？露呗，露出来再说吧，对不对？放开就好了。很多人问说，哎，辉哥，能不能搬运？我现在就非常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能不能搬运，好吧？不能。我曾经试验过一个 idea，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有很多数字货币交易所来找我做推广嘛。我当时想，我说，哎呀，我又不想用这个频道一直在做一些数字货币交易所的一些推广，那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新频道，然后那里边只讲这种数字货币交易的一些视频？当时想偷懒。就因为自己精力有限，不可能一直在拍。对，我就下载了很多 YouTube 上一些关于数字货币交易所的一个频道，然后把那视频全部传到那个频道里边去，就是搜集各个博主比如说关于 OKEX 的，然后把那个频道名叫 OKEX 交易所，把那些视频全部放在那个 YouTube 那个就是我自己新开的频道上。你们知道怎么样吗？大概传了有20、30支视频之后呢，订阅差不多有30、40个人的时候。YouTube 直接把那个视频把那个频道给我删掉了，就是那个频道删掉了，没有任何警告，直接就登录不上去了。然后里边那些视频直接就看都看不到，说这个频道已经被删除了。所以兄弟们，不要再搬运了。YouTube 是非常非常智能化的，它的 AI 它是用的谷歌引擎的 AI 啊，
你的视频是搬运的还是照抄别人的，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系统一检测就检测出来了，是吧？搜索引擎包括 YouTube 这种平台不需要那种重复的内容，不需要重复内容。重复内容第一个没有价值，第二个就是占用别人的服务器啊。那个视频很大的，那 YouTube 上如果全部都是重复视频，大家的体验会非常差嘛，所以 YouTube 非常不喜欢重复内容，所以不要再搬运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吧？好，最后我们讲一下数字货币问题。很多人都给我讲说，辉哥，我到底要不要做一些波段来赚钱？就是它高的时候卖掉，低的时候我再买进来这样子的啊。我也不说你做或者不做，讲一下我的经历啊。我接触数字货币也有好多年了啊，这么多年来，频繁也操作过一些做什么合约呀、做什么现货操作之类的啊。到现在呢，我总结的一个经验就是实际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做的所有的合约，我做的所有的现货操作、波段交易，都没有那个大饼累积下来它升值那个帮我赚得多。听懂了没有？就是我不管是，当然我也赚也亏，也不是说一直赚或者一直亏，对吧？做波段赚的钱，跟做合约赚的钱都不如我在我的钱包里一直放那个大饼，它升值帮我来的多。所以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有钱的话啊，你们就存点大饼，存点比特币，存点以太坊就可以了。数字货币波段操作那个玩意儿，你真的以为就像你说那么简单吗？我高的时候卖掉，我低的时候再买回来，你真的就以为你能掌握个点吗？掌握个点早成巴菲特了，赵长鹏了。赵长鹏他是币安的大老板，他也不敢说每一个他都我高的时候卖掉，我低的时候再买回来，他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吧，没那么简单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如果有闲钱啊，这个数字货币这个操作没有你想那么简单的，所以呢，还是存一些比较大的数字货币，就是市值在前10那种，比特币啊、以太坊、狗狗币啊，这种长期看一定是涨的，而且涨幅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我们不要再去学人家做什么波段、什么 K 线，别浪费时间了，好吧？今天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大家就聊这么多，最近呢，我们频道可能在下个月到5万啊，到5万也是一个里程碑的。总的来说，我们频道是中规中矩的，也没有像人家那种就是半年时间就10万那种，没那么多。以前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非常期待赶紧到10万，我要拿个奖杯。那现在呢，其实已经很平和了啊，很平和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感觉蛮好的。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到10万，什么到50万、到100万这样子的，因为现在它已经给我带来很多了。之前欠的债也还完了，还有目前有一些存款也都是这个频道帮我带来的，非常感激他，我非常感激YouTube， 我也非常感谢这个频道，所以呢，我会非常珍惜这个频道，我也会非常认真的再继续做视频。那继续做视频也需要你的一个支持，所以接下来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这边，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在底下给我留言。那如果说有什么嗓子都哑了，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话呢，也在底下我们留言，我们没事的时候多沟通。我们底下有电报群还有微信群，都可以加进去，有问题我们在群里沟通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希望订阅我们频道的所有小伙伴大家都能够赚到钱我觉得来看我们视频的人都不容易估计也跟我们之前经历差不多我只是比较幸运的走过了那一段，但是我非常理解每个人目前的状态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多沟通多交流。我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一些小伙伴，毕竟我们都是过来人，好吧？那今天就到这边，我是智辉，拜拜。海哭的声音，探视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